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困兽之战，我是你们最亲爱的老困。今天给大家带来3场国外地下格斗赛，每一场都是非常精彩，尤其是最后一场比赛。废话少说，让我们直接进入到今天的比赛，开打开打。好的，咱们来看一下第一场比赛，这边正在绑缠手带。像这种的话是有绑拳锋的 ，Top Dog 的话是没有绑拳锋的，所以说如果是没有绑拳锋的话是更加的危险，就是说你的手的话是更容易受伤的。这个小黑就是尼古森，非常壮啊，这位选手一看就是经常健身的。好，这边他的对手是装甲，也是非常壮的，只是他的肌肉不明显呀，纸包肌。好，比赛已经开始了，看一下双方第一回合的表现。从身体上来说的话，这个尼古森应该是占优势的。这边直接是往前顶，场边的观众都有点顶不了啊。这两位选手的话，应该是算次重量级的选手吧？就肉眼看的话，双方来到了地面。尼古森用手紧紧扣住了装甲的头部，趁机给了2拳。但是这个位置想要锁住他的头部的话还是比较困难的。看一下双方的地面技术怎么样？还在进行解扣，这边解开了，继续锁头，但是这边被装甲直接是拖下去了，做出一个摆拳，继续的砸，双方终于是起身了。感觉尼古森刚刚想要肘击，但是忍住了。这边又被装甲直接是来了一个爱的抱抱啊！谁的血已经是流出来了？应该是装甲的吧？不是尼古森的。装甲直接是想要扛起尼古森的。他应该是比尼古森更加壮的，他的体重的话应该是比尼古森更加重。好，这边扛起来了，但是一个爆摔，尼古森也是非常的聪明啊，右手是抓住了那个围栏，不然的话这一击爆摔还是非常危险的。一个顶膝，这尼古森有点摆脱不了装甲的纠缠了。还在微笑，心态还是比较好的。好的，这边终于是争夺开了，双方是重新回到站立。两位选手好像都已经见红了。继续根据一套组合拳，这边镜头没给上了，但是直接是带走了。装甲起身后的一套组合拳，将尼古森带走，非常漂亮。主要是刚才那一波对尼古森的体能消耗非常大，所以说后面起身后有点顶不了了，打的还是比较精彩的，很真实啊。好的，那么恭喜第一场比赛的装甲拿下比赛的胜利，非常的漂亮。他的柔术还可以啊，他的控制力很不错。好的，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2场比赛，左边是阿富汗雄狮，右边是辛泽。这是双方的资料对比，基本上差不多的，年龄一样，就身高差了2厘米。在上一期的话，咱们有看过阿富汗雄狮的一场比赛，打得还是非常不错的。这位选手的话是有技术，很稳重。那么这场比赛遇到的这位辛泽，看一下双方选手会有怎样的表现。这场比赛都是双方的在这个平台的首秀啊，一场 MMA 的比赛。后面这个旗帜是哪里的？有老伙计们知道吗？好，这场比赛的话是有回合制的，总共是有3回合，每回合2分钟。来看一下双方第一回合的表现。好，比赛已经开始了，看一下双方的第一回合表现。从双方这个抱下来看，感觉都是有练过的，连手扫地直接是往前冲，辛泽被顶到了地面，雄狮连续的输出。这比赛刚开始10几秒就来到了地面啊，利用机会连续的锤击，不过头部是被辛泽牢牢的锁住了。这边有危险吗？能不能解开？没问题，直接是解开了。起身后连续的肘击，还在进行输出，能不能提前结束比赛呢？辛泽的头部是被连续的锤击啊，哇，这个腰子都被打红了，兄弟们。
而且他在这个位置的话，空间很小。再次挣脱开，裁判看一下有没有犯规，没有犯规，继续回到比赛。哇，这个核心，哎呦，直接是扛着辛泽往地上砸呀！他这个核心力还是很不错的，但是辛泽没有机会起身啊，非常的难受。又想要一个抱摔吧，这波是被辛泽及时的调整了身体，并没成功，双腿夹住了雄狮的右腿。裁判这边叫停比赛，因为是地面僵局，双方打得不精彩的话，肯定要重新回到站立的。还剩最后的几十秒钟啊，40秒不到，这个节奏也是比较快的。第一回合比赛还没有结束。好，让我们继续回到比赛，还有30几秒钟。一个跳起，这边险些自己失去重心啊！不过好在迅速的调整，一个下压，算是防住了一个抱摔啊！再次扣住了雄狮头部，断头台。雄狮对着辛泽的肝部又来了2拳，哇，这个锁的还是比较紧的。雄狮怒火攻心，直接对着腰部又来了几拳呢。能不能坚持？还有几秒钟。从他的表情上来说的话，应该是比较难受的，但是这个辛泽的空间不多啊，所以他用不上力。好的，第一回合比赛结束，选手稍微休息一下，打的还是非常精彩的。那么第一回合的话，肯定是雄狮占优势的，不管是从他的打击还有他的控制上来说，都是占优势的。不过这才第一回合嘛，我觉得这场比赛应该是比较精彩的。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，记得一键3连，你们的鼓励才是我最大的动力，我将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视频，谢谢。好的，让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第2回合的表现。先来个友好的接触。这个辛泽应该是练泰拳的吧？看他这个报价来说的话，而且他用腿还是用的比较多的，转身的摆腿。如果是拳击选手的话，一般是不会用腿的。场边观众再给辛泽加油！这边又打到了近身，站立的裸脚直接挂住了腿部，双方再次来到了地面。但是他的地面技术还是差一点呀，看一下这一波，主动放弃了。雄狮的护持掉了，裁判顺势给他装了上去。扣不住啊，这个没办法。能不能找机会进行一个砸击？又是将辛泽顶到了擂台的角落啊！右手连续的出击，因为他的头部始终是被扣住的，所以说必须得拔出来才可以啊，不然的话你根本就砸不出力量。好，裁判又示意双方重新回到比赛。打地面相对来说比较枯燥一点，大家还是比较喜欢看站立的技术，除非双方的地面都是非常精彩的，那裁判肯定不会叫停比赛的。好，让我们继续回到比赛。感觉场边的观众比选手还要激动啊！辛泽上前的平哥接右手的摆拳，双方又是来到了近身，直接是扛起来一个波，嘣！哇，这个雄狮的核心力是非常强的，他也是在进行一个头部的防护，怕辛泽底膝的话，这个后脑还是比较危险。哎，这边是右手有机会，连续的肘击，辛泽想要一个十字固马，
这个体位的话就有点困难了，想要拿十字裤几乎是不太可能的。找机会右手连续的肘击，直接宣布比赛结束了，应该就是他右手这个在右侧的肘击结束比赛的，只是刚刚那个相机的话看不到，这个机位看不到，咱们看一下比赛的精彩回放。其实在地面的时候星泽还是有机会的，但是还是差一点技术啊。这个下压做的还是很不错的，哇，这个抱摔有点狠啊，还好地面是有铺了一层啊，不然的话这个水泥地的话不得了。好，那么恭喜雄狮拿下了他在这个平台的首胜，双方这场比赛打得还是非常精彩的。那么让我们迅速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场比赛，第3场比赛，双方选手都已经进入到比赛擂台。这个光头就是罗马，长头发的就是普拉。来看一下双方的资料对比，年龄差6岁，身高差2厘米，体重差的比较多啊，差了10公斤。而普拉之前的话是有打过一场比赛的，所以他的战绩是1胜0负，罗马是他的首秀。好的，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最后一场比赛，比赛已经开始了。哇，双方一上来是毫无保留啊，没有什么试探，直接就是火力全开了，开大了。但是这个普拉的技术有点过于业余了吧，兄弟们，完全是闭眼摇奖啊！他这边被罗马是打的有点惨了，你看罗马打的是非常的冷静，这边一记右手的迎击拳是有击中罗马的。双方这个节奏拉的也是非常快呀，我估计这场比赛1回合就结束了。普拉只有大摆拳啊，没有什么刺拳之类的，进攻方式很单一，而且技术比较粗糙，就看有没有奇迹发生了。如果不出意外，那估计就不会出意外了。还在往前压，又是被击中了。好的，这边倒地了，第4击倒，还是选择回到比赛啊，战斗力还是比较不错的。还剩几十秒钟，看一下普拉能不能坚持第1回合。发型已经是开始乱起来了，鸡毛狮王。罗马这边开始发起了猛攻，普拉能不能坚持住？这边又是倒地了，第2次击倒，还能不能回到比赛呢？主要是双方这个技术差距有点悬殊。没问题，还可以继续回到比赛。看来他对于这场比赛的求胜欲望还是比较强的。罗马再次前压，漂亮，右手的后指击中，第3次倒地。他明显是刚入门的选手，就是说对于拳击这一块的话，打得非常乱啊，节奏非常乱。比赛还是20几秒钟，第1回合，继续往前冲，气势这块不能倒，有机会，险些是将罗马击倒的。他这个王八拳，对于练过的选手来说的话，基本是没什么用的。如果是打职业，那更没得说啊，完全就是被暴虐。好的，左手点刺，第4次击倒。好，直接宣布的比赛结束啊，没什么问题。那第3场比赛的话，确实是没什么悬念的，差距比较大。还是恭喜罗马拿下了比赛的胜利。虽然普拉输了比赛，但是他这个体育精神还是可以的，敢打敢拼，对吧？好的，那么今天的比赛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们喜欢本期视频，记得一键3连，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